它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市盈率失效的情况。那你用市净率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处于历史低估区域。伯格公式为什么有时候会失灵？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伯格公式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公式啊，它可以帮我们去分析指数基金。但是呢，当这些指数基金背后的公司盈利下滑了，或者说这些公司的盈利是周期性变化的，这个时候呢，伯格公式可能就没有那么灵光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我们还有一个变种的公式可以来帮我们分析这种特殊的情况。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啊，就是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变种啊，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啊？特别要聊的就是这个用市净率来分析的这个奥秘啊。那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变种到底是怎么推出来的呢？其实它的这个推导啊是很巧妙的，就是它，因为你想啊，它这个指数基金的这个总市值，它其实就是等于市净率乘以这个净资产嘛。那如果你两边都除以这个期初的这个市值，你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期末比期初的这个价格的变化率。它是可以拆分成市净率的变化率乘以净资产的变化率。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拆解。没错，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再把这个股息再考虑进去啊，就是你这个净资产的这个增长啊，它是要考虑这个分红再投资的，所以它最后就会得到一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你的这个收益率啊，它是由股息率加上 ROE 乘以一个什么东西啊，再加上这个 PB 的变化率。对，就他会把这个东西拆得很细啊，就是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哦，每一块是怎么来的。那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变种跟原来的公式比起来，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估值从市盈率换成了市净率，然后把这个盈利的增长换成了这个净资产的增长。OK， 对，就它其实是更适合去分析那些盈利波动比较大，或者说周期比较明显的这些指数基金，所以它是专门为这种特殊的情况量身定做的。对，没错没错。然后呢，因为这些基金它的这个分红本身就不稳定嘛，所以它这个变种就干脆就不把股息率单独拿出来了，而是把股息的影响放到了净资产的变化里面。这样的话，整个模型会更贴合实际，也更靠谱。那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变种，它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有哪些限制，或者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它其实是只适用于那些净资产一直都为正的公司或者说指数，就是它哪怕是这个周期再怎么波动，它都不能出现说亏到资不抵债这种情况，不然的话这个市净率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还是得挑资产比较扎实的这种标的。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所以说这种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周期性非常强的，比如说证券啊、银行啊，还有一些资源类的这种指数，就它的这个盈利是忽上忽下的，但是它的资产还比较靠谱。那这个时候用这个伯格公式的变种就会比用传统的那个要更靠谱一些。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变种的伯格公式到底适用于哪些场景？具体来说，哪些指数基金适合用这个方法估值呢？就最适合的其实就是那种盈利波动非常大，但是它的资产又比较扎实的这种行业或者主题指数。比如说像证券啊、保险啊、银行啊、能源啊这种强周期的，还有就是中证医疗啊这种，它的这个净资产一直都是正的啊，即使它的利润波动很大，但是它也很少会出现亏损的这种。原来周期行业和这种医疗主题都可以覆盖。对，然后一些宽基指数，比如说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在某些阶段它的盈利如果说波动非常厉害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变种公式来辅助。但是像那种长期亏损的，或者说非常非常小众的指数，那就完全不适用了。那咱们就举几个例子呗，就比如说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变种在具体的指数基金里面怎么用？比如说像这个中证证券，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它是一个大熊市的时候，它的盈利是骤降的，那这个时候你用市盈率根本就看不准，但是你用市净率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在历史低位，那你就可以去结合它的这个净资产的增速和它的这个市净率的分位点，你就可以大致的去估算一下它未来的这个回报。那医疗类的指数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分析？对，没错没错，医疗也是可以的。你像这个中证医疗啊，它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市盈率失效的情况。那你用市净率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处于历史低估区域。那你这个时候配合它的这个净资产的增长，你就可以更有信心的去布局。
然后包括像一些红利指数啊，它有的时候也是会出现这种盈利波动跟它的估值变化是不一样步的。那你这个时候用这个变种公式，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说它这个股息到底是怎么影响它的这个长期回报的，那你就可以抓住一些投资机会。我们在实际使用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变种来分析指数基金的时候，有哪些细节是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得去确认它的这个成分股的这个净资产不能是负数，然后它的这个市净率是要有意义的。你在预测它未来的这个市净率和它的这个净资产的变化的时候，你也要结合它的这个行业的周期以及它的这个历史的分位点去综合的判断。你在分析一些跨市场的或者说一些策略类的指数的时候，你也要去考虑它的这个成分股的结构是不是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对，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这个公式用的比较靠谱。咱们接下来第3个部分就是要聊一聊这个指数的分类和我们的投资策略。对，就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这个指数基金到底可以怎么分类，然后每一类适合用什么样的估值方法。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按照这个指数背后的公司的盈利情况来分。那有一些就是盈利非常稳定的，比如说一些大盘蓝筹的指数，或者说一些消费的指数，那它就是非常适合用市盈率或者说盈利收益率来估值，然后也很适合一些新手去做这种定期定额的投资，或者是说在低估的时候去分批的布局。明白了。那成长型的和周期型的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没错。成长型的，比如说一些科技指数，那它就是看市盈率的历史分位，然后配合它的这个盈利的增速来看。周期型的，比如说一些金融地产，那它就是得用市净率去结合它的这个净资产和它的这个行业的周期来看。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红利指数，那它就是看股息率。还有一些主题指数，那你可能就要去看它的这个政策的风口等等等等。那你就是分类别之后，你才能够去选对方法。那如果是一些长期亏损的指数，那可能就直接避开了。就是不同类型的指数基金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有哪些核心的思路？比如说像那种盈利非常稳定的，或者说高股息的这种指数，那其实很适合就是在低估的时候去分批的买入，然后长期持有。那如果是那种波动比较大的成长型的指数，那你可能就是要结合它的这个估值的分位去做一些定期不定额的这种加码，或者说你要去关注它的这个盈利的增速和它的这个行业的前景。那遇到周期起伏或者说行业轮动的时候呢？周期类的指数，那你就得去把握它的这个低谷和高峰，就是你得左侧布局，然后在它高估值的时候及时的止盈。那主题类的就更适合去在这个政策发酵的初期去介入。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想要更稳一点的，那你可以用这种杠铃策略，或者说这种定投，再配合一些这种估值的轮动，再配合一些这种量化的策略，其实都可以。就是不同的指数你就要用不同的招数。就是说我们在挑选适合自己的指数基金投资策略的时候，有哪些细节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就是你得先看清楚这个指数它背后的这些公司，它的盈利的特点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再去结合这个估值的指标和这个策略，去找到一个最适配的方法。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和你的这个投资期限。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稳健的人，那你可能就适合一些宽基指数或者说一些高股息的这种策略。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那你可能就会更青睐一些成长类的或者说一些主题类的指数。那就是说定期调整和分散配置是不是也很关键？对，没错，定期的再平衡你的这个组合，然后合理的分散到不同的风格里面，这样的话可以帮你降低一些波动。再就是你要去避免一些单一的策略，或者说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去重仓，那长期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应对这种市场的变化。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伯格公式的这个变种，它的原理，它的适用的范围，以及在不同的指数基金里面我们怎么去灵活的运用这些估值的方法和投资的策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啊，能够在投资的这条路上越走越顺。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